中国河南又出一名搏击猛将，擂台一脚把乌克兰全国冠军踹出擂台，台下的小迷妹吓得直接捂住了嘴巴。刚才那位被踹飞出去的帅小伙来自乌克兰，名叫阿布拉门科，绰号乌克兰彭于晏。年仅21岁的他早就已经在乌克兰拳坛崭露头角，多次获得乌克兰全国冠军赛冠军，甚至连欧洲冠军都被他收入了囊中。来华仅半年时间，就斩获了13战12胜14 KO 的豪华战绩，看似弱不禁风一吹就倒，实则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拳坛王者。来华踢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获得更多小迷妹的青睐，声称中国姑娘非常好骗。像他这种有颜值、有钱且身材好的男人，到了中国绝对是左拥右抱且不需要负责任。来自中国河南周口的张成龙首当其冲，决定来教训一下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彭于晏，让其见识一下中国男人对中国女人的保护欲。比乌克兰选手还要小2岁的张成龙，并没有因为这些而畏惧，那是因为张成龙的战绩比阿布拉门科豪华数倍。为何张成龙有如此大的信心能暴揍乌克兰选手一顿？那是因为张成龙的哥哥是中国数1数2的泰拳手，自幼跟随哥哥习武的张成龙，实力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话就不多说了，赛开始。本场比赛是男子65公斤级自由搏击的超级战，蓝方选手是来自乌克兰的阿布拉门科，红方选手是来自中国的张成龙。年仅21岁的阿布拉门科能获得如此成绩，也算是众多同级别选手当中比较出类拔萃的那一个。两人都是泰拳出身，对泰拳的研究都比较深刻。反观年仅19岁的张成龙，也是一位天赋异禀的选手。自从踏入职业拳坛，所迎战的选手都是各个国家的精英拳手，能获得如此成绩也算不容易。蓝方来自乌克兰的阿布拉门科，我们看资料显示，乌克兰、俄罗斯，包括整个欧洲的泰拳冠军。打法硬朗，技术全面。张成龙一开始被留在了荷兰的那个训练馆，还感觉很不适应。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一段训练，我相信他是在其中得到了自己提高的部分，自己想要的部分。是的这是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将，一个是21岁，一个是19岁。那张成龙大家都知道，以前是进行纯泰拳的训练。在年仅21岁的乌克兰选手在国际擂台已经征战了3年，在华的战绩非常豪华，12胜14 KO 的战绩让众多中国青少年选手闻风丧胆。然而这个年仅19岁的张成龙偏偏不信邪，别看张成龙年龄不大，出拳出腿的力度还真不小，打出的拳脚进攻也是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内的张成龙应该是比以前的张成龙更完美一些。对，我们要看看这场比赛当中张成龙能不能表现出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些新的技术啊。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出来的就是，可能我们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当你接受一种新型的训练方式和技术风格，那么你以前所擅长、所依赖的这么好多年，有可能10多年积累的这项技术啊，包括一些优点，你就会完全可能需要忘记一些。那么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表现。乌克兰选手竟然能在中国拳坛立足，背后必定是有高人在指点。反观张成龙所打出的拳脚进攻，并不以密度为中心点，而是以精准的出拳出腿为主要输出点。不过这个乌克兰选手也不是什么软柿子，虚虚实实的进攻也是给张成龙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等到现在我们看到张成龙在步伐上啊，比以前更多的这个灵活移动，而且打法不像以前打那么生硬啊，在面对对手的进攻欲望的时候，身体会稍微往回撤，避开对手的这个锋芒之后，再寻找进攻的机会。这也是跟欧洲一样，寻找一种比较科学和有效的一种方式啊。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我们通过第一回合可以看出张成龙的表现第二回合开始了，乌克兰选手仗着自己年轻有为且好看，就在中国肆意妄为，竟然还敢声称中国姑娘好骗，左搂右抱根本不需要负责任。看来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彭于晏还是太小看中国的拜金女了。真要是碰到刺头，这个乌克兰选手不仅会身败名裂，而且还会被搞得家破人亡。多是张成龙在步伐上的一些灵活的移动啊，包括面对对手的进攻，不像之前那么硬扛着再去做迎击。
但这个东西不能是说片面的好和不好。我相信，因为张成龙是近1个月接受着这样荷兰非常有强度的自由搏击、踢拳的训练，所以说现在身上非常有浓厚的这种味道。但我相信他学了2种技术之后，通过自己的实战呢、平时的训练吸收，他慢慢的自己的风格会逐渐稳定。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可能这1个月时间稍微有点短啊，所以他可能要俩人已经慢慢试探了4分钟。却依然没有什么太大招式与动作使出，看来俩人都是比较偏向于谨慎型的选手。接到腿的张成龙发觉机会来了，直接一记高位蹬腿，险些把乌克兰选手踹飞出去。台下的美女高兴得合不拢嘴，看来这俩粉丝是张成龙的女粉丝。但是这个确实是场上的一个，因为选手的这个发力太过于凶猛，所以对导致蓝帽选手重心失衡，翻出这个围城之外，又翻进来了。是的。其实双方有一点非常相像，不是那种高频率的这个没完没了的进攻，而是一旦近身就会出一组非常频率非常大的组合拳或者是腿法的进攻，然后分开。是的，我们看得出来张成龙似乎在想把一些新学校的一些东西运用上，所以从进攻上来看，并没有以前那么犀利。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转变，可能需要。张成龙的教练在台下面目凝聚。看来他非常重视这场比赛。没错，这场比赛关乎到张成龙能否代表中国泰拳去往国际拳坛打比赛，名额仅有1个。不过张成龙还不至于为了1个名额在擂台上使出下三滥的招式。很明显，这一个踢裆是张成龙无意而为之，及时啊，但是这个位置啊打得不是很好。对，所以看起来像一次故意的一种对踢裆，但是其实是这个是无意的这种犯规啊。张成龙2次化解了对方的中扫。今天的比赛，张成龙一个是在步伐移动上啊，更加的避免去跟对手冲撞啊。第二个是，我们看得出来，张成龙在有意的运用一些更多的一些拳法输出，以及一些拳腿结合的一些技术。这种技术看出来他用的不是特别的顺啊，但是下盘不稳的乌克兰再次被张成龙踢翻。台下教练看到这一幕，也是给张成龙送去了掌声。这个鼓掌代表了对张成龙的认可。不得不说，张成龙的表现确实很出色，并不像是一个年仅19岁小伙子能够打出来的操作。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荒野，终究挣脱一家。好，双方进入到第3回合。第3回合开始了。经过前2回合的试探，张成龙已经对乌克兰选手有了一个深度了解。台下的美女也在时时刻刻注视着张成龙。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即便乌克兰选手的颜值再高，实力不行照样也要挨揍。反观张成龙的颜值也不差，怎么说也算是一个拳坛美男子。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呢，不管输赢啊，都是一次尝试啊，把最近1个月的东西跟自己以往的这个习惯啊进行非常良好结合的一次尝试。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输赢，对于张成龙来说这个意义都是很大的啊，在他整个技术提升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对，其实在我跟张成龙的这个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说他对于每场比赛的心态都非常平稳，哪怕是去 Glory 那么大的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乌克兰小鲜肉，打起架来还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别再说乌克兰美女粉丝比较多了，咱们的张成龙美女粉丝也不少。2位年轻小将能一直对拼到第3回合属实不易，尤其是张成龙，他本身对外籍选手的战术打法就不是很了解，所以能打满3个回合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需要具备的基本的素质。对。双方互不相让哈，你一个中扫，我一个后手的拳法。现在张成龙想做一些压制上想多做一些尝试啊，所以在这种强势进攻上啊，我看他动作输出更多了。但是他对手阿布拉门科在中国待了半年，迎战了13位中国选手，其中12位选手都惨遭他的毒手。
所以他对中国选手的战术打法颇为了解。不过张成龙的战术打法是临时制定，并不会像其他中国选手一样使用传统的战术打法。至此，乌克兰选手根本无法奈何张成龙。穿透力连续的前手刺拳都打进去了。所以无论是直拳还是摆拳，这个射程都比较远。在张成龙每一次要踢腿的时候，他的对手阿布拉门科这个拳法都可以非常轻松的打到张成龙。漂亮哇！这个拳法真的是躲闪完之后的追击啊！对，阿布拉门科这拳法，刚刚这一个技术就体现出非常精湛的这个功底。是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张成龙在进攻上似乎更加迫于就是太主动了。对，最后关头，本回合最后关头，目标暴露太过于明确。我想将怒放的伤。张成龙不愧是被誉为泰拳小子的选手，自身实力还是比较坚硬的，最起码没有被乌克兰选手压着打。而且张成龙的爆发力还未完全实施，面对这个年轻气盛的乌克兰彭于晏，张成龙只需8成功力即可大获全胜。最终张成龙获得了胜利，看他以后